就在此番君臣将蛇之际，一个人出现了，时年48岁，并不是什么朝廷重臣，去年才考中进士。此人并不擅长治理国家，却十分通晓古代礼法。面对如此强势藐视皇权的内阁，张聪没有丝毫畏惧。他不甘于只在礼部做一个小小的文官，他同样向往权力。于是一篇大礼或问摆在了嘉靖的眼前，文章指出内阁对于祖训的理解十分狭隘，而且历史依据全部错误。嘉靖大喜，随即召见杨廷和，想与其当庭对质。杨廷和只说了一句话：秀才不懂家国大事，坚决驳回。这引得嘉靖大怒，直接下了一道手谕，命令内阁立刻议定自己父母的谥号。可杨廷和连看都没看，甚至回函都没有。满朝大臣皆是我的门生故吏，你想做皇帝就要听我的话。登基不久的嘉靖需要更多的支持，一个已经48岁的张聪显然不够。这时他的母亲站了出来，原本要进宫做太后的蒋氏，听说自己不但太后做不成了，儿子也要没了，立刻停下銮驾，表示如果没有名分，绝不进京。张聪、嘉靖、蒋太后三股势力代表着新一代的文官阶层，新皇与后宫，亦有山雨欲来，是要斗倒杨廷和之势。杨廷和已经61岁了，面对气势汹汹的新皇，他又一次展现了他非比寻常的政治智慧。他立刻上书表示，内阁已经决定将嘉靖的父亲定为兴献帝，母亲为兴献后。当嘉靖以为这位老臣终于妥协之际，杨廷和却暗度陈仓，将张聪调往了南京应天府担任刑部主事。此时的应天府虽然还有整套的行政班子，却是一个流都，没有任何实权。嘉靖败了，张聪被明升暗降，兴献帝、兴献后唯独少了一个皇子。杨廷和也亮出了底牌，如果非要鱼死网破，那老臣也不干了，立即辞官。杨廷和是必须要除掉的，但现在还不是时候。倘若自己刚刚即位，内阁首辅就致仕回家，反而会激起更大的反对派声音。毕竟是肱骨老臣，天下人都要考虑自己这个新皇帝是否真正的合格。没有过多的思考与犹豫，嘉靖妥协了，他接受了杨廷和等人的说法，但这并不代表大礼已结束了，故事才刚刚开始。此时另一位重要人物走进了嘉靖的视野，桂萼，南京刑部6品主事，此人和张聪一样年过40旬，怀才不遇。当桂萼第一次与张聪交谈之时，谈及境遇，两人是如此的相像。此刻他就认定眼前这位比自己还年长几岁的男人将是他一生的朋友。后来两人双双入阁，成了嘉靖帝王生涯前期的左右手。在无人问津的南京刑部，两人决定追随嘉靖，为皇权更为虔诚。他们要向那个高高在上的人，那个四朝老臣，那个20岁入翰林的天才发起冲击。这是6品芝麻官和当朝内阁首辅的对决，他们二人也并非孤军奋战。不久之后，方献夫、黄宗明、霍涛等人纷纷加入了张聪的阵营。这些名字在明史之中并不夺目，只是他们有一位共同的老师，王守仁。王守仁此时已不在朝廷任职，改行当起了老师，主攻心学，他的学生遍布天下。心学一门一向主张解放思想，如今的圣上正在被权倾天下的杨廷和要求改换父母，这岂有不帮的道理？于是在杨一清、王守仁等老臣的帮助下，在1523年11月份，经过了2年的沉淀，桂萼上书表示，嘉靖父母的称谓并不合适，需要重新议定。这封奏书嘉靖已经等待了2年之久，他立即召见杨廷和入宫。可这一次杨廷和却一反常态，他居然还是之前那句话，既然这样，就请陛下批准我致仕吧。嘉靖看着眼前这位须发皆白的老者，百思不得其解，难道他真的要退休了吗？杨廷和并没有开玩笑，在这2年的时间里，他发现这位皇帝并不是孝宗，也不是随心所欲的武宗，长达40年的勾心斗角，杨廷和早已厌倦了这所谓的庙堂。于是兵不血刃，64岁的内阁首辅杨廷和在其他人惊讶的眼神和议论之中，就这样退休了。嘉靖赢了，但他并不清楚杨廷和为何执意离开。
这个令他魂牵梦绕的谜团伴随了他的一生，直到41年后才找到答案。嘉靖不敢怠慢，杨廷和虽然走了，但他的影响力和势力依然在。此时他的党羽门徒们正在策划另一场政治表演。杨廷和有个儿子，可以说是好儿子，此人名叫杨慎，同样的年少成名，正德11年高中状元，史称明代3才子之首。状元郎面对父亲的突然退休，同样是一头雾水。他只认为是嘉靖赶走了父亲。于是嘉靖3年的2月，春节刚刚结束，一场影响大明帝国的政治对决即将在皇城上演，史称左顺门血案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您喜欢，可以点赞加关注，感谢各位观众的支持。